行导演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过世。那我知道李行导演过世的消息，我心里面第一个感觉就是，我那时候有记者来访问，我就跟记者朋友说，我第一个脑海中闪过的就是谢谢2个字。我们所有台湾的以及所有华语电影的电影人，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工作岗位，是在创作的工作岗位，在评论的工作岗位，或者是在研究的工作岗位，多多少少一定都和李行导演接触过，不论你是哪一个年龄层。形影不离常在心是我们怀念李行导演我自己的节目的总标题。今天我们来谈谈李行导演浪漫的一面。李行导演他拍了这么多的电影，大家提起李行导演，电影圈的朋友就会说，哪一个没有被李行导演骂过？哇，那个脾气什么的。但是李导演，哇，那个气派。可是大家晓得吗？李行导演是最会拍琼瑶电影的人。他的8部琼瑶电影，琼瑶8部曲，每一部谈起来都哇，居然是这样啊！大家说琼瑶爱情电影那种，我们对于尤其年轻一辈朋友对于这个琼瑶电视剧马景涛式的呐喊，或者甚至还珠时代或后还珠时代的那种琼瑶式的长篇浪漫台词，有的时候讲起来会发笑。但是在李行导演的作品当中，是他和他的好朋友白景瑞导演开启了所谓的3厅电影。那个一点都不是什么梦中楼阁，那个是我写的梦幻写实，那些点点滴滴就是1970年代台湾社会正在蒸蒸日上，正在一个经济发展往前走的时候，我们社会上点点滴滴的缩影。这个我们等等来聊聊。画面中右边那个拄拐杖穿着浅色外套的是李导演这次告别式的时候，他最后家人所选的这个纪念照片，样子非常的好看。那旁边这张呢是1990年代后期李导演等于说是改制金马奖，那他从金马奖主席的位置上面卸任的时候，金马奖颁给他一个纪念奖，这表扬他对于金马奖这个机构从新闻局手上终于成立了金马的一个常设机构，到现在每一年金马执委会执行委员会呢，每一年不仅仅只是办那一个典礼这个金马奖而已，他们要办10个以上的活动。10个以上的活动，有大影展、中影展、小影展，有经典影展，有创投，有现在还要办这个剧本甄选奖，还要办金穗奖、实验电影，通通都在金马的这个屋檐下面。金马就是台湾的等于说是产业界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它跟产业接轨，它也跟国际接轨。以后有机会，我们甚至可以开一个专题，好好的来谈谈金马奖。好，行于影，立于家，这6个字是我的好朋友，目前是知名的青年策展人王正凯先生他定的一个标题啊。这是2019年李行导演当年是10岁89岁，那他过虚岁90大寿，那个时候文化部出面，由当时的国影中心在台北市的剥皮寮为李行导演在这个很漂亮的老的台湾式的建筑里面呢，办了李行导演的文物展。这个文物展当时策展老师把主轴定调为李行导演的浪漫面，还有李行导演的家，从他的家庭这件事情来谈。那在整个文物展最后紧锣密鼓布展的时候呢，我和我的团队，我们3人小组加入，然后那时候记得压力非常的大，利用10天的时间，把所有文物展当中的文案做最后的定稿，和策展团队配合协助。那我们的3人小团队就从策展老师整个脉络当中拉出了行于影，立于家这6个字。
因为李行导演不管是我们大家心目中对他的拍摄的这些很硬的、很伦理道统的，什么秋决啊，或者养鸭人家啊，这些作品的印象，还是他浪漫的奔放的那一面，风从哪里来，海鸥飞处，这一面全部都源于他的家。抗战结束之后呢，回到了上海。那在上海度过了他最开心的中学年代。他们中学放学之后呢，就会跟同学啊、跟哥哥啊上戏院看电影、看话剧。所以在这个时候，战后的上海滋养了李行导演对于影、对于剧的兴趣。好，我们来看下一章。写实这两个字是那个年代的所有创作者的一个像是圣堂圣殿一样，大家都要追求写实的一个美学、一个美感。每一个年代有不同的这种流行词汇啊，我不晓得年轻一辈的朋友对于现在这个年代现代的文化人在追逐的那个圣堂是什么？是对于议题的探讨，还是对于所谓政治正确啊、正义啊的这些的追求？我不太清楚。但是在那个年代，追逐的是写实。写小说也讲究写实，写散文也要被批判。那你这个梦中楼阁拍电影，那更要谈写实这件事情。哦，没关系了，我拍的是这个商业片，我要的是赚钱，我没有要写实。我要拍台语片，我要婆婆妈妈哭哭啼啼，我要赚菜篮族的钱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厉害的武侠片呢，就是这个拳脚功夫，滚一滚，打一打，哦，也卖座，但有噱头。但是稍微有知识、稍微有文化信仰的文化人参与电影工作，追求的叫做写实。所以写实呢，经过左翼文艺思想，经过这些左派电影，我们叫进步电影啊，还有包括像这个54以来这么多的文人在追求这个写实。于是写实在1950年代、1960年代的台湾，这两个字常常还会伴随着一种批判社会的锐利的切入。于是写实这两个字在那个年代让文化人又爱又怕，万一太过锐利，万一太过鞭辟入里，而一不小心得罪了谁，或甚至得罪了当局，踩到了红线，那都不是闹着玩的，那都不是闹着玩的。所以好，我们再来看下一章。于是出现了一个这么有趣的名词，因为呢，当时官方经营在那个所谓党国一家的年代啊，官方经营中国国民党旗下有一个电影公司，就是中影。啊，中影呢，它除了因为毕竟老板是国民党，所以中影有一定的这个面对社会的政治教化的目的存在。但是你拍硬邦邦的政治教化，或者是这个反共复国的电影，没有人要看啊。那毕竟也是投资下去的钱拍的，不能只是让官员点点头就算了。我中影还是要营运，我还是希望能够赚钱，对不对？这么硬的题材，如何让它仍然具有票房吸引力呢？明星、歌曲、动人的故事，所以除了这些政治宣传之外，中影早期拍了大量的伦理电影。我不要讲硬邦邦的政治，我讲家庭伦理。那请李行来拍，我们把家庭伦理、把社会、把这些脉络，把我们希望强调的正能量拍成
漂亮的彩色片，请健美的女明星、男明星来演，展现电影产业以及台湾当时社会健康的一面。于是写实2个字前面加了健康。我们希望这个写实不是以解构、诋毁的方式来批判社会，而是用写实的笔触看到这个社会正能量跟真善美的一面，这叫健康写实。健康写实这个口号喊出来，有人大赞，有人大笑，因为我最后写的那句话，健康了万一不写实怎么办？或者我们追求写实而不健康了，那怎么办？中影毕竟上面还是一个党一个官在管的那怎么办？这个那就不要叫健康写实吧，我们就不要写实了，我们叫健康综艺。所以正能量，那综艺就是什么都有。健康综艺喊了1-2年，仍然无疾而终。不过健康写实，也就是在追求写实精神的同时，我们去思考正能量这件事情。这个创作的思路深深的影响了台湾的电影产业，这个影响的能量一直持续到目前当前的年轻朋友奉为新时代的神坛圣殿，就是台湾新电影，甚至一直影响到台湾新电影。我最近曾经看到有年轻一辈朋友的论述，他们说哇，台湾新电影、台湾新浪潮这一群这个新时代的创作者呢，是反对健康写实的。我看到这个论述，我心里面就在窃笑反对健康写实，也就是其中几位创作者他们自己的反叛精神而已。事实上呢，台湾新浪潮电影，如果大家去看看小毕的故事、看海的日子这几部超级经典，甚至一路延续到上个月才刚刚在特映会上重新公开漂亮修复版的经典台湾文学《桂花巷》改编成的文学电影《桂花巷》，我们都一定可以看到健康写实的影子，如影随形的传到现在。所以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思潮，相当重要的创作脉络。好，我们再来看下一章。琼瑶电影有3个世代，第一个时期就是从李行导演开创的，他在中影拍了2部琼瑶片，一部《婉君表妹》，另外一部雅妻改编的《哑女情深》。琼瑶阿姨亲口跟我说，为什么李行导演要拍婉君表妹？婉君不是表妹，婉君是童养媳。琼瑶阿姨非常在意这件事情，婉君是童养媳，但是童养媳对不起不健康，所以中影不要童养媳，那不得已改为表妹。婉君表妹这个故事在中影多了一条所谓光明的尾巴，因为原著是3兄弟爱上了这个童养媳，最后3兄弟离家出走，这个童养媳到中年守着空空的一个房子。小说的题名不叫婉君，叫做追寻。这个女人追寻一辈子，追的是什么？她追到了一个空空的大宅院，人老了，青春年华没有了。好，小说原著是这样，拍成电影《婉君表妹》，3兄弟同时爱上了这个表妹。那大哥呢，本来是家长要把婉君许配给大哥，老二呢是那个当他们去读书在学堂的时候，永远保护着婉君，是那个会为婉君去打架的那个。老三呢，比婉君还小几天，不能叫表妹，要叫婉表姐。她是从小每天就替婉君抓蟋蟀、抓蝴蝶、做风筝，
跟婉君一起的。好，这边我要看一下我的小抄，请稍等我10秒钟。找到了，婉君表妹电影里面有一场戏，我觉得编剧太厉害了，我也觉得李行导演太厉害了。他用一个长镜头，爸爸非常生气，痛骂3个儿子：“你们3个到底是怎么了？天下女人都死光了吗？你们3个一定坚持要婉君一个。”3兄弟讲话了，老大说：“我是爹妈做主，把婉君许给我的。”然后老二说：“对不起，第2个是老三，就是要叫婉表姐的那个啊。”老三说：“我们是跟婉君一起长大的。”然后最后是老二，老二说的非常非常的豪爽：“我爱婉君，婉君也爱我。”3兄弟的性格，那你叫演婉君的唐宝云要怎么选？小时候是谢玲玲演的啊，长大是唐宝云演的。那婉君要怎么选？小说电影延续着小说的这个脉络，李行导演最擅长的正能量，这个时候进来，所以呢，知道了3兄弟彼此之间的心情，婉君没有办法，她自杀没死成，这件事情惊动了全家，然后老大自愿退让。那带给婉君这么大的痛苦，带给2个弟弟这么大的痛苦，又带给爹妈这么大的痛苦，那我退让，老大就离家出走。老二性格最冲的那个，大哥离家，老二也离家出走。那老三坐享其成吗？怎么可能？绝对不可能。健康写实的正能量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那已经不是说我在位者，我当朝的政府，我要你们正能量，而是人之常情。老三这个从小被养在身边的妈宝也决定离家，他跟爸妈的说法是：只有我才有可能找得到2个哥哥，你们任何人都不可能，我一定找得到。所以这个从小养在身边的妈宝也离家。3兄弟不是离家出走放弃婉君成全对方，3兄弟是怀着成全对方的心情，透过离家这个动作来完成自己的成长。这是非常动人的一次所谓健康写实的正能量的改编。好，我这里我又要看一下我的小抄啊。婉君表妹的电影把这个刚刚说到的婉君本来是童养媳，对不对？把童养媳改成了表妹。那在电影里面呢，这个结尾找一下，小抄太多张，找到了。最后小说的结尾是婉君中年妇女守着一个空空的宅院，但是电影的结尾是老三离家之后好几个月，终于家里收到了家书。这封家书我小时候看的时候懵懵懂懂，我会觉得说电影就这样子结束了。那我们后来真正长大了，有机会重看婉君表妹，看到这个家书，我真的就是眼泪啪这样子流下来。这封家书读给大家听。婉君表妹，南来欲年，虽然思念之情无时或已，但当此大时代，青年报国为皇，不容许有私人感情存乎胸际。这是二哥写给婉君的。他写道：我已经考入军校，要参加革命阵营，我们国民革命大军不日即将挥师北伐。信的结尾他写道：明年应非草长之日，当为我等重聚扬子江畔之时，请多珍重。整部婉君表妹的故事，整个3兄弟爱上了同一个女孩子的故事，最后结束在大哥考上上海的大学，老二和老三参加国民革命军，准备明年挥师北伐。结尾收到家书，家书开头4个字婉君表妹，结尾4个字请多珍重。所以
健康写实多了梦幻的色彩，成为梦幻写实。这是琼瑶电影3个世代第一个世代非常重要的特色，非常非常重要的特色。那个时代的许许多多和李行导演一样的文人导演们，有文人修养的导演们，包括比李行导演年纪早几年的李翰祥导演，他也拍了好多好多的琼瑶，他自己的电影公司几度夕阳红就是他们家拍的。那另外像我印象中比李行导演晚一点，也是他们同期的白景瑞导演，那也是琼瑶电影专业户，也非常非常的优秀，也非常的杰出。这个世代的导演把琼瑶的故事当作一个载体，寄托我们自己也活过那个大时代，把许许多多大时代的悬想，我们对于那个已经消逝的爱情的青春的梦，都借由琼瑶故事反映在电影作品里。这是第一个琼瑶电影的时代。我们看下一章，进到这个照片等等回来看哈，我们先看下一章有字的。这几张都很好，我们来看第2个时代。琼瑶的第2个时代就是李行导演和白景瑞导演一手创造的第2个琼瑶时代。这个琼瑶时代从1972年底拍摄，1973年轰动香港、台湾还有整个新马地区的《彩云飞》开始。故事俗气的不得了，叫做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姐妹。珍珍演长头发的跟短头发的，长头发的是富家千金，然后得了先天性心脏病，只要有一点点情绪的波动，她就会死掉。后来因为爱情的冲击，她死掉了。然后这个让她有了爱情的冲击而死掉的年轻男孩子是香港侨生，他是师大美术系的学生。他离开了长发珍珍的家，在外面流浪，在外面讨生活。有一天在西门町，那个时候刚刚开幕的超级市场，台北市不知道第1间还是第2间的超级市场，在超级市场 shopping 的时候，遇到长得一模一样的短头发的珍珍。短头发的珍珍是长发珍珍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姐妹。她没有先天性心脏病，但是呢，她被穷苦的音乐老师抱回家里收养。为了要医治爸爸的病，中学读完之后没有继续升学，就出来真是俗气的不得了，出来卖唱为生，在西门町各大歌厅跑场。这么俗气的故事，居然被李行导演的团队塑造的晶莹剔透，而且完完全全就让我们21世纪的观众看到1972年的台北市西门町那个繁华至极的景象。然后电影里面有2场非常重要的戏，其中一场戏是短头发珍珍知道男主角在追她，男主角是邓光荣在追求她，是因为他跟长发珍珍长得一模一样。短发珍珍说：“我不要当别人的影子，我不要。”所以正要开始谈恋爱就没有了。那他就继续在歌厅卖唱。有一天呢，歌厅里面的另外一位歌女跟他说：“常常来捧场你的那个大学生没有来了。”他心里一痛，就邓光荣没有来，那我以后歌要唱给谁听？他就觉得怎么好像茫茫人海没有知音的感觉。然后音乐响起，他人就站在舞台上，就开始唱了。那是台北市歌厅的实景拍摄，那间歌厅现在还在，现在不是歌厅，现在是西门町的真善美戏院。实景拍摄，短发珍珍站在舞台上开始唱，不知道为了什么，大家一定知道，千言万语。幕后是19岁的邓丽君幕后代唱，唱千言万语，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总是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茫茫人海观众席中找不到邓光荣的身影。邓光荣在哪里呢？邓光荣在他自己的画室，他是美术系的学生，整间画室全部是长发珍珍的画像。
他思念那个已经过世的女朋友，有水彩，有铅笔，全部是长发真真的画像。然后我们在歌声当中看到邓光荣拿起陶土，在长发真真的围绕之中，用实实在在的陶土塑了一个短发真真的塑像。他耳朵边回想起已经过世的女朋友长发真真的话，海浪打过来，里面有好多好多泡沫，你一捞到的可能是泡沫，你第二捞到的可能是珍珠，你要好好把握那颗珍珠。这一段画面小说里面没有，这一段画面是李行导演的团队为了彩云飞而打造的。所以我们说什么叫做梦幻写实，这就是梦幻写实。在这一首歌曲以及这个用陶土塑造短发真真塑像的2分钟的过程当中，所有观众都知道邓光荣想通了，长发真真已经没有，他只剩下画，而那个实实在在的是那个短头发的自力更生的那个歌女。所以彩云飞当中有2场戏很重要，这个是一场，另外一场呢是划时代的一场戏。在小说里面当然也有，这是琼瑶写的文字，可是在小说里面震撼度没有那么强，拍成电影那就是全世界整个时代的华人观众一看到就哇，我们进入新时代了。为什么呢？刚刚不是说这个故事很俗气吗？这个双胞胎姐妹怎么的，还有更俗气的，叫做我都不好意思讲，叫做爸爸嫌贫爱富。邓光荣的爸爸嫌贫爱富，不肯让儿子跟歌女谈恋爱，决定给歌女一大笔钱，叫歌女远去，俗到极点，有没有？那么你就茶花女嘛。但是在琼瑶的小说以及在李行导演的这个彩云飞电影当中，当爸爸要求短发真真说你开个价钱，那就是我就付钱，然后你就消失。然后短发真真就说你要我开价吗？好，1000万美金，你出得起吗？你就算出得起，我也不愿意退让，因为爱情是无价的。他再加一句，茶花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是为了这一句茶花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琼瑶、李行导演还有写剧本的张永祥老师以及表演的真真，带着我们整个时代的观众走进了1970年代的新世纪。所以再也不是哭哭啼啼的那些肝肠寸断，我们进到了新的时代，我们看到了新时代的爱情观。我们看下一章，浪漫旅行拍了琼瑶8部曲，这8部影片，我们今天时间的最后谈谈这8部片，然后给大家看一看剧照，来回味一下。讲座结束之后，我们大家再来欣赏电影。琼瑶8部曲，第1部《婉君表妹》刚刚谈过了，第2部呢《哑女情深》，这是我自己最喜欢的琼瑶电影前3名之一。这部电影婉约细腻到无与伦比，它的改编呢已经走出了就是在雅妻这个中篇小说的原本的成就之上，走出了一个既古典又现代的韵味。尤其是到结尾那个雅妻用自己要病死了，然后他用手语交代女儿自己最后的遗言，交代女儿，然后让女儿说你不要结婚，因为爱这件事情如果太爱了是会受伤的，你不要结婚，你伺候爸爸一辈子。那用手语交代，那爸爸呢负心汉，最后回到家中，看到太太已经过世了，痛苦的不得了。可是他又看到太太把这个哑巴女儿教导的如此的贤惠，如此的体贴，那他父女之间还有一点隔阂，但是那个爱又是如此的丰满。
然后他听到他们的好朋友把他痛骂一顿呢。老一辈的观众，年长一点的观众一定知道魏苏啊，魏苏演这个朋友，这朋友是谁呢？聋哑学校的校长，把男主角柯俊雄痛骂一顿哦，那骂的真的是字字珠玑，掷地有声啊，大珠小珠落玉盘，就骂什么？你这个臭男人！你还读书人，结果你根本比不过你的一个哑巴太太。你当年承诺我们什么？你承诺我们说你要赚钱，你有家业，你有田产，你要资助聋哑学校。结果呢，你一个人你家事解决不了，你溜到上海去包养小三，躲起来20年不见面。好，然后呢？谁在资助我们聋哑学校？你太太一针一线的绣花。把10几年来所绣的一幅一幅拿去卖，卖了钱来捐助我们聋哑学校。你今天有脸回来，你这不要脸的人，就这样把他痛骂一顿。电影的结尾是，那个女儿跟爸爸去上坟。太阳西下，黄昏了，火烧那个纸钱，烧。那父女2个还有一点隔阂，可是那个感情还是在。他们并肩顺着江边一路走回家。天气冷了，枯枝在风里摇，旁边有一条船开过去，船上有乘客。我们不晓得那是离家远行的旅客，还是要回家的归客。电影是这样子结束的。结束在有一点隔阂的父女之爱，好，非常非常的好看。那是哑女情深。那到了刚刚我们彩云飞讲过了，心有千千结，是俗到极致也好看到极致的一个这个家庭伦理剧啊。珍珍跟秦祥林。秦祥林的第一部琼瑶爱情电影，那把秦祥林这个又高又帅的一个演技派男星真正的捧红了。然后呢，海鸥飞处带着我们台湾电影走出小岛，走向国际。电影一开始是吴秀珠幕后的歌声唱海鸥飞处的主题曲，我们画面看到的是香港太平山顶。然后每一个画面，片头字幕的每一个画面都是强烈的对比，新的高楼大厦对比殖民时代的漂亮的老洋楼，双层巴士对比着3轮车夫，然后老旧的那个水上人家船中间汽船开过去，远方有新建的高楼大厦，每一个画面都是新旧对比，强烈的新旧对比。然后海鸥飞处还有新加坡，在新加坡短整部电影才7分半钟的戏，用了35颗镜头，我们就觉得我们跟珍珍还有邓光荣在新加坡谈了一场恋爱。哇，这是李行导演真的很厉害的一个手法哦。再来呢，碧云天讲什么？琼瑶小说居然碰触了借腹生子的题材。林凤娇跟秦汉结婚之后不孕，然后哪知道秦汉是留学回来的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家里却是一个死守的观念，一定要有小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林凤娇没有办法生小孩，怎么办？天天在家里哭到她自己妈妈都生气了。怎么天下竟然有这种恶婆婆？里面有一场戏是林凤娇回娘家演这个林凤娇妈妈的，这是傅碧辉。然后我们就看到傅碧辉说：“你受委屈了吧？来吃饼干。”林凤娇一边吃着饼干，眼泪一直掉。傅碧辉在旁边骂那个林凤娇的婆婆：“啊，怎么可以这样？气死了！阿朱，去下一碗面给小姐吃，我就不相信你娘家死绝了。”骂完之后，那妈妈喘了一口气，点起一根烟，狠狠地抽了一口的。哇！我们很少在电影里面，台湾的华语片里面看到中年良家妇女抽烟。傅碧辉那口烟抽的真是又辛辣又带劲，完全把那个妈妈保护女儿的那个愤怒给演出来了。这是碧云天。那后来借腹生子呢，找了谁？找了楚楚可怜的张艾嘉来借腹生子啊。浪花演一个
浪漫不羁的女画家不小心闯入了有钱的文化生意人的家里当了小三，琼瑶把她自己写进了浪花里头。最后一部是《风铃风铃》，《风铃风铃》这部电影怪怪的，也很可惜没有流传下来，网络上面有一些模糊朦胧的版本，大家有兴趣去找来看一下啊。这部电影精彩的地方在哪里呢？中间拍年轻人的舞会，大学生的舞会，秦汉演一个年纪很轻从国外回来任教的青年老师，跟林凤娇谈了一场师生恋。林凤娇呢是热门音乐社的社长，这场舞会在东海大学所拍，大家经过东海教堂，来到东海的体育馆，然后林凤娇的热门音乐社在舞台上，林凤娇由崔台青幕后代唱，穿着白色喇叭裤在舞台上高唱，在哪里，在哪里，在唱爱神。台下所有人跟着摇摆，秦汉盯着林凤娇，看到眼睛都流出那个蜜的啊，林凤娇。然后我们在所有的琼瑶或者是爱情电影当中，第一次正式看到林凤娇跟秦汉他们两个都穿白色喇叭裤，站在东海大学的舞台上，就着崔台青的爱神歌声一起跳舞。非常好玩的一个场面，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八部曲我们大概讲到这边，那今天讲座的最后呢，用剧照来给大家回味一下琼瑶电影。好，麻烦我们回头去看有剧照的部分。好，从这个母女两个人抱在一起在荷花池里，这就是哑女情深。电影当中没有这一场戏，这是摆拍的剧照。电影当中有的呢是他们生完小孩之后呢，发现女儿好像耳朵听不到，然后一开始先是柯俊雄的老公，柯俊雄呢紧张的不得了，把女儿抱到房间里面，然后随手拿了身边所有能拿到的东西，锅碗瓢盆啊，然后一样一样在女儿的耳朵边敲，结果女儿完全没有反应。那妈妈演哑妻的是王莫愁，王莫愁在旁边，王莫愁眼睛很大，眼睛大概有半张脸那么大，盯着柯俊雄。他大概知道好像女儿的听觉有问题，就盯着柯俊雄，然后柯俊雄把东西一扔，坐在旁边叹了一口气。那个太太的名字叫方依依，然后他叹了一口气，又是一个方依依，又是一个哑巴。然后太太更紧张，把老公丢下来的所有东西捡起来，重新一样一样再敲。他比任何人都还要急，一样一样敲到仍然没有反应，最后他把锅碗瓢盆一扔，跪下来抱住女儿大哭，非常精彩的一场戏。好，左边这个小小的呢是婉君表妹，我们可以看到谢玲玲，那个小男生是八哥，八哥演老三。好，我们看下一张，这是几度夕阳红。什么时候你会在琼瑶电影里面看到一个健康的男孩子，还不是男主角，然后裸露上半身？那个是谁呢？秦沛。秦沛演女主角李梦竹的儿子，他是个高中生，他是篮球校队，打球回家一身汗，在院子里面上衣脱了，然后自来水一往头上这样子淋，健康。就是写实，就是当年的生活情景。年纪只有19岁的江青，素颜刷淡眉毛，演39岁的李梦竹，拿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演女儿的是跟江青同年的汪玲，大美人汪玲啊。好，我们看下一张。这个就是江青和汪玲，他们两个年纪相仿，但是一个演妈妈，一个演女儿。那江青那个扮相相当惊人啊。然后左边那个也是几度夕阳红，那就是妈妈年轻的时候在重庆的那一段风流韵事啊，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好，我们看下一张，这个不得了，邵氏，香港邵氏也拍琼瑶。这部电影是我最喜欢的3部琼瑶之一。我最喜欢的是《哑女情深》、《几度夕阳红》上下集3小时20分钟的琼瑶故事，又是个爱情史诗。还有第3部就是《船》。船这一部是拍《蓝与黑》还有《不了情》的大导演陶琴所拍摄，他自己做电影改编，改编幅度非常大，结尾跟小说完全不一样，而且他的改编居然让琼瑶阿姨自己觉得改得好，有讲出一个跟我的故事一样而且不一样的一个新的格局。然后左边这一位白衣服长发漂亮的女孩子就是何丽丽，何丽丽的代表作，她当时只有17、18岁，可是演出了一个影后的角色的厚度。中间那位很潇洒很男性的这位呢，就是凌波的先生金汉，这也是他的代表作。船这个故事很复杂很琼瑶，3对青年男女错配，然后用船来象征命运。戏的后半段，小说有，但是电影加大了它的深度，就是何丽丽和金汉他们这一对呢，到台湾的东部参加中横公路的开垦，中横公路的开拓。电影里面改编有一句台词，我每次看到我都觉得很动人，是何丽丽跟他们的好朋友说，你现在就是家里出了事，家破人亡，什么都没有了，那你要放逐自己到海外去求学，学成之后早点回来，到我们那儿去，到我们工地那里去。何丽丽说了一句话，叫做那里的工作感动人。我听了这句台词，我觉得我也好感动，因为那里的工作感动人，没有过多的歌功颂德，没有，就是我们知道何丽丽是公路局小姐，然后金汉是这个工程师，他们在太鲁阁那里开中横公路，然后电影用一句话叫做那里的工作感动人。好，我们看最后的几张照片。OK， 婉君表妹这个看一眼，下一张哑女情深这个看一眼，然后再来左边是彩云飞，邓光荣跟珍珍，大家年轻朋友看一下，我们现在有没有人穿这么的时尚？多好看的衣服的明星自备服，那时候没有什么设计师的，都是明星自己衣柜里头的哈。这场沙滩奔跑戏就是最有名的，珍珍看着天，好美好美的天，珍珍看着海，好美好美的海，好美好美的沙，好美好美的海浪。然后邓光荣走到珍珍面前，握住她的手，捧住她的小脸蛋，好美好美的你的这一场戏，张永祥老师编到编不下去，丢笔不肯写，李行导演说不管，你就要这样写。琼瑶的这几句台词如果少掉了，就不是琼瑶了，所以就照写照演，观众照样买单。21世纪的观众看到这场戏捧腹大笑，但是大家的感觉都是好美好美的一部电影。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切片。右手边这一部是刚刚讲到的《浪花》，那位女演员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李湘，弹着钢琴唱起主题曲。来时春已老，去时花谢了，莫为春叹息，莫为花烦恼。给你有多少，只有我明了。给我有多少，只有你知道。爱情就是这样，你情我愿，那其他人无从智慧。我们看下一张，碧云天有林凤娇、张艾嘉跟秦汉。那下面这张如此清纯的张艾嘉非常可爱啊。右上角风铃风铃放了一小张给大家欣赏。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是我最喜欢的这个时代的珍珍跟秦祥林心有千千结。另外那个就是海鸥飞处在新加坡的外景啊，你看看那个邓光荣身上的那么漂亮的花衬衫，1970年代的时尚，珍珍身上那件也很厉害啊。好，我们看再下一张，应该是倒数第2张，白花飘雪花飘，不是琼瑶。琼瑶自己成立了电影公司，拍《我是一片云》，不再跟李行导演合作。李行导演跟他的团队就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自己也可以拍琼瑶。他就把他所能搜集到最琼瑶的元素全部搜集起来。所以呢，白花飘雪花飘里面有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姐妹，甚至还有鬼，然后有好多好多的歌，然后卖座非常非常的不好，大赔钱。然后李行导演就承认琼瑶的确有他的一套，他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都掌握到了那个时代对于爱、对于浪漫、对于青春的脉动，真的有他的一套。好，应该是最后一张，李行导演浪漫的极致不是琼瑶，而是他的风从哪里来。年轻一辈的朋友一定无法想象，我们台湾拍过西部片，场景在垦丁，在垦丁的大尖山前面。因为李行导演那时候他刚刚拍完我们下星期12月4号要谈的作品《秋决》，秋决已经走到一个古典跟庄严的极致。李导演觉得说，我无法超越自己了，我要拍别的，我要拍浪漫的、放肆的。他做了一场梦，他梦见他最爱合作的几位演员，他梦到了欧威跟一群牛，还有唐宝云跟一群羊。他就决定我要来拍台湾的西部片，让欧威戴着牛仔帽跟一群牛，以及唐宝云穿着马靴骑在马上跟一群羊，在垦丁的大尖山前面青翠的草原上赶着牛赶着羊奔跑。然后背景是我们的原住民当年的山地歌王万沙浪的歌声，唱起风从哪里来。这部电影浪漫到极致，大赔钱就红了一首歌。好，所以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这个浪漫到极点的李行导演，我们来看下一张照片。我们用李行导演的漫画造型，他晚年推动两岸电影展。李行导演拄着他知名的拐杖，坐在椅子上，旁边蓝色 T 恤的是朱延平导演。两岸活动，朱导演现在接班。那两岸影展的工作人员画了 Q 版李导演和朱导演作为纪念。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就在这张 Q 版的图片上面作结，谢谢大家。